在亚特兰大谋杀案发生之后，当地警方对于当事人犯罪动机的一个辩解激起了很大的愤怒，因为呢，否认他的仇恨犯罪的这个本质，其实就是在帮他脱罪。欢迎来到我们每日资料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大家好，我是加州的刑事律师李远。今天呢，跟大家探讨一下，在美国近期愈演愈烈针对亚裔，尤其是华裔的一个仇恨犯罪行为。从去年开始呢，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就越来越多了。最近发生在亚特兰大那起造成8人死亡的案件，简直可以说是恐怖主义的行为。那么，在美国的广大的华人、华裔、华侨都很担心，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主张，甚至不管你是不是华人，还是韩国人、日本人，甚至一些东南亚人，大家因为是亚裔这个身份，在美国现在遭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威胁。美国的法律，不管是州也好，还是联邦也好，对于仇恨犯罪，它都是有一个严厉的打击的。每个州的法律不完全一样，以加州为例，加州的法律呢，把仇恨犯罪本身就作为了一个单独的罪名。如果当一个人他犯了轻罪或者做了重罪的时候，他的动机里面有仇恨犯罪的这一个因素的话，会成为他判刑的一个加重的情节。大家可能想不到，加州是一个没有废除死刑的州，但是呢，一些特定的谋杀罪，根据加州法律是属于死刑谋杀罪。它呢是或者判处死刑，或者是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这一类的死刑谋杀罪呢，其中就有一种是说，如果他是因为种族、肤色、宗教、国籍或者原国籍进行谋杀的话，这个谋杀罪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谋杀罪。正因为仇恨犯罪在美国应该是个罪加一等的犯罪的一个因素，在亚特兰大谋杀案发生之后，当地警方对于当事人犯罪动机的一个辩解，以及美国一些政客所谓的不知道犯罪动机这些言论，激起了很大的愤怒。因为呢，否认他的仇恨犯罪的这个本质，其实就是在帮他脱罪。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欧茨，他甚至说所有的谋杀罪都是一个仇恨犯罪。这个是明显搅浑水，人之间的仇恨去谋杀和基于种族的仇恨去谋杀，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一个行为，后者应该受到更严厉的处罚。我们作为亚裔，当我们走在路上面，当我们在家门口遇到疑似的仇恨犯罪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置呢？纽约警察局的3个建议，我觉得挺好的。第一个呢是记录取证，第二个呢是及时报警，第3个呢是尽量避免诉诸暴力。取证很简单，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人家对你的攻击是基于对于特定种族产生的。第二个呢是通过报警，因为毕竟是现代社会，大家并不讲究以暴制暴，有政府、有警方、有检控官来代表大家来伸张这个正义。这一点呢又分几个不同的地方来解释。介绍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概念不管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有，而且它的概念本质是非常接近的。加州法律呢，允许当你有理由相信自己或他人正处在一个受到身体伤害的紧迫的危险之中的时候，而使用武力是终止这种危险的一个必要手段。而且呢，你使用的武力的一个程度，必须在那个环境里面是必要的。最明显的几个特点就是一个，你时机要把握好，你不能太早的开始正当防卫，那叫遐想防卫。但是你要是晚了，如果对方已经在逃跑的过程中，你去进行正当防卫，一样是不对的。在美国常有个说法说，当有些人说我要保护我自己家，我正当防卫把入侵者打死的时候，他们会看这个弹孔是在正面还是在背面。如果在正面的话，说明这个入侵者还在朝你前进，那么这个时候你开枪是合法的。那如果他在背面的话，说明他已经在跑了，这个时候你开枪就有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正当防卫的一个尺度的问题。当别人对你是言语攻击的时候，不能够进行一个武力的一个正当防卫的。那么当人家对你是一个轻微的一个暴力行为的时候，你不能把人家打成重伤或打死。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我相信这也是警方要求大家尽量避免诉诸暴力的一个原因。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前面你不是说了吗？美国法律里面关于仇恨犯罪，它是一个相当于是罪加一等的一个因素。如果有一般的犯罪，但是它有仇恨犯罪的因素在里面的话，那么它的刑罚可能会更加严重。那么是不是我可以类推一下，在面对仇恨犯罪的暴力袭击的时候，
那么我正当防卫的一个尺度是不是也可以比平时更加提高一个级别呢？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关于仇恨犯罪的一个加重处罚，那个是在审判过程中由法官和陪审团来掌握的一个尺度。那么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标准还是根据普通的法律规定，取决于对方对于你施加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程度来判断的。那么有人要提了，说最近那个旧金山70几岁老太太在遇到一个白人青年对他进行仇恨攻击的过程的时候，拿起木棍把那个白人青年打上了救护车。大家看得非常解气，说你看那老太太最后也没有被抓，这是不是就一个证明，说明在面对仇恨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行使的一个正当防卫的权利被扩大了呢？其实并不是的。那个案子有个特殊情况，就是那个老年人的年纪比较大。我可以想象说，如果当时拿起木棍进行防卫的那个是一个30-40岁的年轻人的话，那说不定他就有可能会被起诉，说他是一个攻击罪或者是人身伤害的一个犯罪。所以说呢，如果你不是觉得自己有一些特殊的年纪啊，或者什么特殊的原因，法院或者执法机关可能会对你网开一面的话，不要去效仿那位老太太的做法。那么总结一下，如果你不幸遭遇到了仇恨犯罪，这个时候千万记住警方的那3个建议。第一呢，记录取证；第二是及时的报警寻求帮助；第三呢，是尽量的避免诉诸武力。比如说对方是言语攻击的话，那咱们肯定不能够以武力的方式去回击。那如果对方是以一个轻微的暴力手段的话，那么我的个人建议是保护好自己，记录下来，然后交给警方去处理。那当然，如果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对方对我们造成的威胁是能够去行使正当防卫的合法权利，过程中千万记住，你使用的一个武力的程度和对方的一个威胁程度要相匹配。这个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会很难。不少人呢，在进行防卫之后，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如果事情真走这一步，也不是世界末日。近期很多在美华人律师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组建了一个维护在美华人权益的基金会，叫做华为会。不光是华人群体，乃至整个亚裔群体都已经团结起来，一起来共同的对抗针对亚裔的一个仇恨犯罪行为。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